Hello，欢迎来到本期的影片。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实际操作问 ChatGPT， 怎么让它帮助我们，使生活各方面更聪明、更加高效。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现在最流行的 AI 工具，透过我的频道，可以了解到这些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，并且可以学习到如何应用它们来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我是蓝峰。影片开始前，请大家帮我点个赞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订阅我，支持我哦。影片开始，首先我们登入，来到 ChatGPT 的对话页面。如果你的网页闲置太久的话，在这里重新整理一下，它会跳出一个视窗，验证你是不是真正的人类。我们在框框内点一下，就 OK 了。那么在它的对话界面上，我们点选左上方的图示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之前跟 ChatGPT 对话记录。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比如说闲置一段时间，问太多的问题，或者使用 ChatGPT 的用户量太大，都有可能导致页面跳走的情况。这时候你只要来这边找寻之前的对话记录就行了。那你如果不想保留这些记录的话，也可以个别点选删除，或是直接点2次这个图示，先点一下，然后再点一下，对话就会全部删除了。如果你觉得对话讯息太多，或是想要开一个新的话题，你可以点选右上或是左上方的这个 New Chat， 那么它就会开出一个新的对话视窗。好，再来我们就要切入主题了，要怎么样应用 ChatGPT 让它更融入我们的生活呢？比如以我的例子，我是一个朝8晚5的上班族，我请 ChatGPT 给我一些生活上的建议，我可以用得到的。好，它就列出来了这一些：学习新技能、安排娱乐时间、健康生活习惯、培养优先顺序、建立待办事项、设定目标等等。然后我问，可以再多给一些建议吗？他又多给了我一些其他不同的建议。不过他可能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，给出的不是我想要的答案。没关系，像这种比较泛用性的问题，其实他给出的回答每次都会不太一样。大家可以试着多问几次，从他的答案中去找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点。所以我又再问了他1次同样的问题，并且强调是我自己可以用上的。好，他就出来了这些跟刚刚类似的答案，但我觉得这些答案还是太广泛了，包含的项目还不够全面。接下来重点来了哦，我要用一些关键词。于是我又追问 ChatGPT， 可以给我更全面性的建议，并且分门别类吗？重点就是全面跟分类2个词，这样 ChatGPT 给我们的解答是不是比刚刚要仔细全面多了？它这边因为生成的字数太多，所以停掉了。我们打1上文继续，它就会继续回答。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几个大的主题包含着哪些较小的主题项目：时间管理、健康运动、财务管理、个人成长、社交互动、休闲娱乐。而且这些林林总总的细项是不是在生活上跟个人很贴近呢？我总共问了 ChatGPT 2次，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很多方面的资讯，有些甚至还是类似重复的呢，比如健康、个人成长等。那我们自行筛选掉不需要的部分即可。OK， 那假如说我对健康生活方式比较有兴趣的话，就这一点我又可以继续追问他，健康生活方式你有什么更具体的建议吗？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些更贴近、更符合的建议。你可以就 ChatGPT 给的，再去仔细的追问他，一直延伸下去，用垂直式的问法，根据你自己个人的情况和需求套用进去，你就可以逐步问出心中所需要或是想要的答案了。再比如就我个人的情形，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平日工作繁忙，晚上或假日还要学 AI 和上影片，心理压力比较大一点，我就会询问 ChatGPT 有关减轻压力这部分的资讯，它就一点一点的列出来，
给你当做参考了。有几个点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，确实是有其参考价值哦。现代人生活繁忙，即使我们可以理解记忆很多东西，但大脑当下也不见得可以全部想得到哦。所以有一个超级顾问真的帮我们很多忙呢。简单的说呢，这里用到的提问技巧就是先定一个大范围的题目，然后逐个项目逐渐缩小，每个要点再越缩越细， ChatGPT 所给出的答案就会越来越精准详细哦。这样大家是不是对怎么问问题比较了解了？好，接下来我再举我的例子。我常常觉得每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掉了，所以我想请 ChatGPT 帮我做一些时间规划。于是我问他关于时间规划的部分，建议选项就出来了，还有一日行程的规划，他就给了我一些有用的资讯。我还请他帮我规划晚上的时间表，他一样可以依照时间列表出来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要问时间表格，不然它可能也是条列式的列出来。大家可以再根据自己的情形去做调整以及套用，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？如果你对投资理财没有概念的话，也可以请 ChatGPT 给你一些建议。我们简单的示范一下，只要直接问他理财投资或是理财规划，就会有很多关于投资跟个人财务规划的建议事项。对于这方面比较不清楚的观众，也可以大致有个概念。你也可以要求他用普通表格做一份收支预算表，然后你填入项目里的金额，就会变成你自己的收支表，而且用 Excel 做也行，只要照指示做就行了。很清楚，真的很方便。就比如说，我是一个学生，可不可以请 ChatGPT 教我学业上的东西呢？当然可以喽，简单跟他叙述你在课业上所遇到的困难，有哪些地方不懂，请他给你一些学习上的辅助。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操作。我在学业上遇到了困难，你可以教我吗？然后我问他的是数学的微积分。这学科在我以前学生那个时代是号称杀手级的，学期结束时当掉一大堆人。那时数学老师还被系主任请去约谈脸。什么？你们想知道我有被当吗？觉得我有被当的，请在下方留言，是或否哦。好，我们转回正题，继续看下去。ChatGPT 除了提供你怎么学习微积分的方法，也可以说明基本概念，让你去更好的了解这门学科在讲些什么，用途有哪些。为什么读商科要念微积分这个问题我也问了。那我再请他列出一些算式和公式，说明讲解。还可以请他出题并解题哦。你可以暂停，细细的去研究他是怎么解答的。也可以要他出练习题让你练习。这是不是比在学校上课时，老师讲解听不懂又不敢问，或是到 Google 查资料查得很勤奋，却还是毫无头绪要来得好，并且有效率多了呢？这里有一点要提醒的是， ChatGPT 有上下文记忆功能，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对话视窗里，上下文的文章是串联起来的，是带有连贯的意思。因而 ChatGPT 也会考虑上下文的关联性来生成答案。比如说，你问要怎么学习微积分，然后又问了不相关的问题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要注意什么？ ChatGPT 就有可能会把两者结合起来，变成作为带2个小孩的主妇，你在学微积分时应该要注意什么？
虽然这次没有了，有正常回答，所以大家如果有不相关的2个以上的主题，请不要在同一个对话视窗提问哦。ChatGPT 可能会把它们结合起来，当做回答你的基础。另外 ，ChatGPT 的功能还有很多，你可以要求 ChatGPT 翻译各国的语言，贴上想翻译的语言，并请它用何种语言回答。我觉得它翻的比 Google 翻译要好多了。如果你是一个带小孩的妈妈，你也可以请它分享许多有关菜单食谱、照顾家庭以及生活上的许多小知识。或是你家有养什么宠物或植物，有什么注意事项和具体建议，通通交给他处理就行了。像是我家阳台想要种一些盆栽，但我不知道要养哪一种植物，我直接问 ChatGPT， 就可以知道我能养的植物种类有哪些。由此可知 ，ChatGPT 的应用领域真的非常广泛，相信大多数时候都可以派得上用场。总之，只要你想得到，你会问就行了。使用 ChatGPT 就是这么简单。有一个很厉害的全能型助理，帮你整理出所有可能的答案，在你身旁协助指导你。而且未来它的功能还只会越来越强大、全面、高效、完备。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棒的事呢？这期影片来到了尾声，如果你对 AI 知识很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将跟你分享有关 AI 的知识，它的趋势以及怎么运用它。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跟我分享哦。我是蓝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